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一集我们做完了 Bismack 的传声，所以我想要直接先跳过其他的步骤，我们先开始做剑桥。我们把3家厂牌的剑桥都组装起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度各方面、组装品质，然后来看这3家厂牌不同的地方。OK，那我觉得一开始的话，我可能会倾向先不要制作塔米亚，因为它太老了，我可能有蛮多地方是需要手工修改的，所以我就先把塔米亚的剑桥零件先放到一边，然后我们先从 Reveal 的开始。Reveal 的它的板件的设计的话，它真的是很大一片，真的是很大一片，难怪它盒子会这么的大。那单看它的板件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做的还蛮漂亮的，其实做的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就先开始组装 Reveal 的剑桥的部分。好，我把3家公司的剑桥，塑胶部分的零件大致上给组装起来了。那蚀刻片没有安装，也没有做任何的上色，因为日后这3艘船的上色的风格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到时候要安装到船身上的时候，我才会开始进行所谓的上色。现在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差异性，一些组装上不一样的地方。所有的零件大部分我都没有做碾死的这种动作，我都没有碾死，对，它都是可以，都是可以拆开，都是可以分离的，就是比较方便。我在跟大家说明这艘船在组装的时候的差异性。好，那我们单纯的以所谓的外观的细节上来说的话，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就是 Reveal 以及小号手这2家公司，它的细节是相当突出，非常漂亮。那田宫在这个地方就真的蛮惨的，毕竟它是非常老的一套模具。那我们不要看所谓的正上方，我们光看所谓的侧面。你看到侧面，以 Reveal 的来讲的话，它侧面多多少少你也是觉得说，它是有一些细节存在的。然后塔米亚的就什么都没有，非常干净的一面墙，超级干净，没有什么细节啊。那小号手呢，就不得不说小号手在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漂亮，包含所有的 cable 这些缆线在跑的这一些痕迹，它都有设计出来。所以单指所谓的表面上的细节，我觉得小号手是在这3家里面是表现的最好的。那除了细节的表现以外呢，我们当然就是还会顾虑到所谓的组装。这3家公司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就是包含你看它的剑桥在组装的时候，这个是塔米亚的，塔米亚在组装它的第一层剑桥的时候，它就会在中间留下接合缝，以及上面的这个地方的接合缝。那包含在上缘的这个地方，这里都会出现所谓的缝隙，一路延伸到这边你要去填补它，然后研磨它，才可以让这些结合缝消失。那你就会去再破坏到其他的细节，所以到时候这些地方最好是可以有所谓通用型的一些蚀刻片去增加它的细节，不然它就是看起来就是我觉得是光秃秃的看起来真的没什么东西。然后包含这个百叶窗，看起来它就是有形状，可是没细节然后前面看起来这样这边有塑胶，所以就算组装是塔米亚的强项，它在这艘船上也是留了到处都是所谓的缝隙，包含上层这个地方也都是缝隙。其实很多地方以塔米亚的 Bismack 来说，都是需要去做填补的。OK， 好，然后再来我们看到 Reveal 的设计就不一样。我们看一下 Reveal 的剑桥的设计。
它是必须要在第一层的甲板主甲板上面开始慢慢搭建起来的，所以这一个我们在做的这个已经是属于是所谓的第3层啊。然后它是前面的这一块包含正前方啊，就是上面的这一块正前方以及左侧以及右侧2个地方去拼凑起来的，所以一样在这个地方会看到结合缝，所以这个到时候还要再加上补土，然后把它研磨打平。这里也是啊，包含上面这边你会多多少少都会看到有一些结合的缝隙，然后以及这一面也会看得到稍微有点缝隙，这里也是。所以 reveal 的你要处理这些细节的话，就没有这么的简单。因为旁边会干涉的东西，说实在的还蛮多的，你必须要非常的有耐心，拿很小的研磨的刀具在这边研磨啊。好，然后你看它的散热的百叶窗，这个细节就比田宫的好很多，不过还没有到非常漂亮。那其他来说，该有的这些细节它都有啊。好，然后看到上面，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所谓的第4层这里。它这边的细节就比天宫好很多，天宫就没有，完全是空的、平滑的啊。好，第5层剑桥，它包含了望远镜，全部都直接帮你就塑胶射出的时候就成型在上面了。不过它的上面跟下面是一样宽的，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样宽的。对，所以这边就下半部就没有所谓的细节可言。那前面这里也可以看得出，这个是所谓的金属区的甲板，后面是木质甲板，这些纹路都有做出来。那 Tamiya 的就没有，就完全是空荡荡的。所以你如果在制作 Tamiya 的 Bismack 的话，我就建议你是最好要购买所谓 Pontos 的套件因为 Pontos 的套件针对这些地方，你看到它就有做出这一块蚀刻片。可以去帮你弥补这上面的缺陷，这是 Pontos 的东西。好，然后再来我们就是看到小号手的，那小号手的就没有他们刚刚的这一些问题，因为它的这一块最底下的这一层，它是一体成型的。这一块它是一体成型的，所以没有所谓的结合缝隙，它只有所谓的合模线。你只要稍微把合模线研磨掉，它就是还蛮漂亮的一个形状，然后再加上这一块放上去。当你涂上了所谓的模型胶水，让塑胶融化之后，我相信它这个缝隙基本上有可能会看不见。那你只要再稍加研磨一下，它就会变得蛮漂亮的。那背部也是一样，就是完全是平整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细节，是很漂亮的。百叶窗的这个部位它是很漂亮的，然后舱门上面的细节也都有，爬梯、管线这些全部都有，所以小号手在这一部分就做得相当的漂亮。然后再加上所谓的第5层，你也看到楼梯上来的开孔，它也开好了，这里都有附上，原厂就有附上爬梯的蚀刻片可以安装然后后半部这个木甲板的区域，它也都制作给你，然后层层堆叠上来，不同纹路的甲板，它就有不同的制作方式，这里也有然后我们看Reveal 的也是一样。只是 Reveal 它把后半段做成木纹的木头的纹路，木甲板的纹路，但是小号手的没有，它整片是一样的。OK， 好，然后再到上层的话，差异性会说的比较小一点上层我是觉得每一家厂商的组装的密合度都相当的不错，只是差在田宫就细节就没什么细节，并不漂亮包含前面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Bismack 的指挥所，你看这个是小号手的，上面该有的铆钉的纹路
爬梯啊、窗户啊，全部都有，所以它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东西。塔米亚的它是直接设计在这一块甲板上啊，然后这块甲板你还要贴前侧跟两侧，然后这两侧你会发现上面也没有什么很突出、很漂亮的细节，几乎也没有啊。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视窗，就是全部里面都有挖过啊，然后外面要再稍微研磨一下，因为它会在旁边这个地方留下缝隙，所以这边都要做填补啊。这里也是一样，也是需要做填补的啊。OK， 好，那再来就是 reveal 的它的结合点在正中央，所以它就是左边一块、右边一块以及上面这块盖子去组装的。所以中间的这一块，如果你很 care 的话，你到时候还要用刀子去把它修成长方形的形状，就像这个一样。然后上面你看它其实也是相当的漂亮 ，reveal 的细节也是非常漂亮。OK， 好，那在越上层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reveal 的啊，大部分的舷窗的这些窗户它都有开出来，填工的就没有啊。然后到最上层的木纹的这个地方，它都还有保留，包含这里有防滑纹路，它都有设计。所以 reveal 来讲的话，我确实觉得 reveal 是比填工还要强了很多。然后填工的就是很早期以前那种玩具的那种感觉，你看起来就没什么东西，嗯哼，对不对？看起来就没什么东西，包含上面开的孔洞，有时候你会误认说它是舷窗，结果它不是，它是一个一个定位孔，就让你安装其他的零件。然后该有所谓的防滑纹路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它留了很多的推出孔给你，所以推出孔你还要再做填补以及研磨打平的这种动作啊，是这样。那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用手把它用刀子把它挖出来的，其实它原本是看不出去的，它整块是接近快实心的，对，所以这一块很多的地方都是已经切削过的，这些是已经切削过的，目的就是要让它从外面可以看得进去。但是当你把它粘上去了以后呢，下面的这一条缝隙你还是要再重新再补过一次，然后再研磨一次，这个东西看起来才会比较好看一点点。那一样，在后半段没有任何的纹路都没有，而且还有2个推出孔，你必须要整理它。再来就是小号手的啊，一样上层它保留了所谓的木夹板的纹路，所以以细节来讲的话，它是相当的漂亮啊。然后以侧面来讲的话，包含爬梯啊，这个所谓的环巾它也有。那窗户它一样没有帮你打开，它这个是做有形状，可是没有贯彻，没有穿透。那这一块我并没有把它插到定位，因为我不确定到时候我上车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所以基本上这3艘船的剑桥我并没有碾死，就是为了我日后上色的便利性，所以暂时没有把它做碾死的这些行为。OK， 然后针对这3艘船来说的话，最需要使用到改造套件的就是天宫，因为它不管是从上面往下看，从两侧看，几乎它都没有所谓的细节这种东西，因为它太老了，所以它就必须要使用很多的改装套件。那这3家厂商其实比较细致的地方，就是类似这种测距仪，它每一家的原厂就都没有那么的漂亮就可能就是需要使用到改装套件、蚀刻片的搭配，或者是3D 列印件的搭配，才可以把它做的比较细致。以3D 列印件来讲的话，它就会细致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3家来说，到最后所有的观测瞄准的系统、武装系统，它都必须要使用到3D 列印的改装套件。而且这些套件都是属于所谓的通用件，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限制。OK， 这个是消防在用的水袋这一些。很细致，上色之后就会很漂亮。OK， 然后他当初木艺寄给我的时候，我对里面比较有兴趣的是这个，因为它就有标榜德国海军百叶窗组 Bismarck 专用。OK， 由于它本身的材料是黑色，我尽可能在没有上色的这个情况下，先让各位看到它的长相是什么样子。它比所谓的塑胶射出还要更立体。还要更立体，还要更漂亮有的地方它甚至是穿透的，所以真的是像所谓的百叶窗一样。OK， 所以当你要安装百叶窗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原本船上有的百叶窗全部都铲除，然后把那个区块全部都给弄到非常的平整，那它才会比较漂亮。例如说田宫的这几个，你看，相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是差很多的。这个应该就是躲在后面的这几个特别大可能尺寸上来讲的话，会有点不太一样。它的宽度是比较接近小号手的宽度，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如果还坚持说田宫它的所谓的考证以及细节是正确的，那就我觉得就是睁眼说瞎话，对，因为毕竟已经过了30几年了，然后小号手才推出了新的 Bismarck， 所以它的资料我会比较选择相信小号手的资料，然后再相信其他公司所生产出来的套件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对，那再来就会使用在剑桥上的，包含这种观测设备组它包含上面有多少数量都有跟你讲。在日后，木艺会针对所谓的 Bismarck 去做全套的搭配好的改装的套件出来贩售。它现在这个是都还处于所谓通用件的阶段，到时候它会配成一整套，是专门 for Bismarck 的，看是要给哪一家公司的，我们到时候会再跟木艺的老板去讨论。我们看到它的细节相当的漂亮包含底部都有，望远镜很多地方它还是镂空的，所以细节是相当的漂亮。你只要把它的旁边的支撑的框架给切掉，然后开始上色，用超级胶，就是所谓的502，把它粘到船上面去，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德国海军在巡洋舰跟战列舰上都会有这个所谓的圆顶的4米测距仪。那以前我不懂的时候，没有在看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是气象站。
就是一个圆的圆球，蛮可爱的2颗球。OK， 基本上你会看到，我光是用光线的反射，你就会可以看到它这一套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层纹，没有 3D 列印光固化那种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那种东西，它没有。所以以木艺的产品，你可以看到它的列印的精密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该留在上面的所有细节，它都有做保留。OK， 好，那以上就是未来应该会运用在 Bismack 上面的木艺的 3D 列印件。那除了这些以外，它还有非常多的 3D 列印的零件，但是因为我现在只有做到剑桥，所以我只针对剑桥上的东西去稍微做个介绍而已，因为图准全部介绍他的东西，实在是真的有点太多了，我也讲不过来。哦，对，还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我找一下。还有一个东西，我应该是要拿出来说的，就是这个啊，10.5米测距仪啊，这个就是在剑桥上跟指挥所上的一个测距仪。我要看看它的细致程度好不好看。来，是不是很棒？很棒，对不对？细节相当漂亮，包含它的雷达、镂空的设计，所有的细节、环境以及爬梯都在上面，而且没有层纹。它没有层纹，所以框架、支撑架这个保护的支架切掉了以后，你就可以直接上色，喷完颜色，然后就可以安装到你的船上面去。这个可以大幅缩短你制作蚀刻片的时间。因为这3家公司它的蚀刻片改套里面都会包含了所谓的电碳的蚀刻片。看一下，这个是3家共用的。都会有这些，因为是川渝的，之前我的影片里面有介绍过，它都会包含这些东西。那这一套就是直接可以取代这些零件。那相对的，我是觉得也不是说川渝这一套就没用哦，包含它这一些水上飞机弹射架，还有这一些电缆、这一些 cable 线，这些钢缆，这些是蛮重要的东西，尤其包含了所谓的栏杆，通用型的栏杆然后直的栏杆，还有包含这些爬梯，这些都是你坐船必须要用到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用很节省的方式去制作一艘 Bismack 的话，你就可能就是我推荐就是你用小号手的模型，然后买一套川渝的细节提升套件，就很简单的、很基础的细节提升套件，然后有的地方再搭配木艺的 3D 列印件，这样子去把它完成，这应该是最省的方式，或者是直接使用搭配田宫的 Bismack 的 Pontos 套件，这个也是我现在看起来是最省的方式了。它是东西比较多，然后都是蚀刻片，它
以现在来讲的话 ，Pontos 已经开始在有 3D 烈焰剑，不过我觉得 Pontos 的 3D 烈焰剑可能它的材质目前还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比，因为中国大陆的 3D 烈焰剑已经进步到一个蛮可怕的一个境界因为除了硬起来没有层纹，然后包含它的硬度也能够达到我们一般使用者的要求，对，所以就好，下一集我们开始制作别的地方的话，我再继续介绍其他东西，因为这一集我觉得时间拖得有点太长了。OK，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